怎么样，李文清？病人情况不太乐观，进屋说。小美，你借到钱没有了？啊？没有。你跟那个好心的姑娘借点钱好吗？她说过的，只要你写借条，有多少钱她就借多少钱的。啊？不会借到钱？为什么不会了？啊？你爸爸都这个样子了，难道你不想救他了？我说了不会就是不会，我不向他借钱。姑娘，求求你，借钱没来。谁说过你可以借的？只要小美，只要小美是至少你可以借给我们的。求求你，真的求求你了！今天晚上我老头子的性命就全靠你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我刚刚在里面跟主治医生沟通了一下，他跟我说话很直接。现在呢，你们只有2个选择：不救，病人活不过3个月；救的话，就得马上手术。但是呢，病人在手术之后有很大的几率会全身瘫痪，所以必须要找专人陪护。我也帮你们打听了一下，如果进康复中心的话呢，不但价格贵，而且康复的可能性也并不大。如果不进康复中心，那么手术后所需要的医疗费用就不是很高。所以，考虑到你们目前的生存成本问题，我觉得目前这个方案是比较可行的。安迪，你先去车上，这儿的事儿我来替你处理。放心吧，相信我。整个手术费需要多少钱啊？连手术加住院观察，前后也得10万左右。现在情况就是这样，救还是不救，也只有你们家属才能同意。当然要救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的老头子就这样死掉。听着母亲的话语，樊胜美心中充满内疚。爸爸当然要救，但是钱呢？就他那一点工资，要租房，要养家，原本就捉襟见肘，而这10万块手术费，更是如一座大山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哎，安迪啊，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啊，我是刚从老家出差回来，给你带了一些特产，放到你们1楼的保安室了。你回来的时候麻烦拿一下。好，我知道，回头我交给小凡。不，这些特产呢，我是专门带给你的，聊表歉意。我之前做事是不怀好意，没想到你是一个实在人。我本想着你在家，正好我就不用见小美了，没想到你还在外面。这年底了，应酬比较多，你多注意身体啊。谢谢关心，我现在在医院，周围乱得很。医院？你怎么了？你现在需不需要我帮忙？我现在过去。你说吧，哪家医院？你真的不用过来了，是小凡，他父亲中风急救，现在急诊室门前一片混乱，无非就是钱从哪来，到底该不该手术？我看到小曲已经被他妈跪到上墙，我应付不来这种场面，直接交给魏兄处理。如果你要有什么高招呢，你可以给一个。当然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吧。你对小凡的事情已经很尽心了，之前不说是因为不想逼你表态。然后有什么好消息，我再通知你吧。OK。哎，别，你等等。安迪，我有一个挺不地道的建议，我得组织一下语言。跟我你不用组织语言，都一样。那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建议啊，你和小曲不要借钱给小美，因为经过这几天在他们家的了解，他哥哥那事儿就是一个无底洞，
小美啊，她是一个耳根子比较软的人，她根本就不懂得把他们家的资产和她自己的资产做一个划分。她这几年赚的钱全都搭在她哥的那个无底洞里。我本以为啊，通过这件事儿，她能够有一个认识，很可惜她没有，她根本就没法拒绝她爸妈过来投靠。这么一靠，好，他们一家子全靠她身上了。今天你在医院吧？你和小曲是要把钱借给他，对吧？如果借给他，那好，那势必这笔医药费又得落在他头上。以他现在的经济能力，他什么时候才能还得清？但问题最主要的是，为什么这种东西非得让他一个人去承担？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他们家有资产，他爸妈还有他哥各有一套房子，偏偏他没有。那遇到这种生老病死的大事，是不是可以卖一套房子治病救人？这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？当然了，我们作为一个外人，不能强迫他们家卖房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们真这么做的话，那我明白了，我会立刻跟魏伟商量一下。谢谢提醒，拜拜。小美，你爸爸他是退休的，他是有工资的呀，可我没有啊！他要是活着，还有这份钱，我们家还能过下去。以后不用事事都指望你了呀。你以为我不想救我爸吗？啊？你到现在还在说钱钱钱？可那怎么？那是我爸，我不想让他活着吗？啊？我知道。魏总，对不起啊，我可能有点冒昧，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给你打个借条。可以，但是我要跟你谈利息和抵押，毕竟牵涉到10万元本金。没问题，我家里所有东西都可以抵押给你。我不知道你家房子里所有都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按规矩呢，我只收容易变现的资产作为抵押，比如房契一类的。这个可以有哎，文姐，你们一家子同来到上海，应该会随身携带最重要的文件吧？你爸爸生病是全家的大事儿，应该全家出钱出力，你别光顾着想你自己有没有。你哥哥在老家应该有套房吧？依我看啊，应该把你混账哥哥的房子给卖了，给你爸治病。反正他现在出逃也用不上那套房了。如果房产证在手边，那就好办很多了。房产证放我这儿，1年期，假如1年还不上的话，我们就卖了房子收回本。不行，房产证不能给小美的呀！啊，你哥哥的房子不能卖啊！你卖了，你哥哥就会离婚的，你知道吗？小美啊，你不是说能找到人借钱的吗？离个屁呀！你那儿媳妇现在顶多是个拖着儿子的中年妇女，一个离了婚的中年妇女，现在谁要啊？她根本就不敢跟你儿子离婚，行吗？就算她头脑发昏，非要跟你儿子离，人家好歹也给你生了一孙子了，你也够本了。阿姨，你别光顾你儿子，不顾你女儿。你女儿今年都30了，过了元旦31，剩女一个，别让她拖着一身债务，连嫁都嫁不出去，当一辈子老姑娘。你这当妈的不能这么偏心。盛美，你也是，难道你真的想头脑发昏当圣母？你想没想过，你这把岁数了，再拖着一身债务，你还上哪掐尖去啊？是吧，樊大姐？你不会想告诉我那个房子你有份出钱买，你有感情？行不行？一句话，要抵押赶紧抵押，反正魏大哥是债主，只要他同意，至少有钱让你爸上手术台。你想没想过，你这把岁数再背着一身债务？许潇潇为樊胜美打抱不平，越说越起劲儿。她早就对樊胜美那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不满10000遍了，如今她看清了。以前那个老是死要面子、虚张声势的樊大姐，原来是一个独自扛下了所有的事、伪装坚强到让人心疼的傻大姐。可整个家庭的事，不该由樊胜美一个人来承担。